最近的地方是不是叫天堂？哪里不用假装坚强，过得不慌不忙？如果一定要谈梦想，是有勇气流浪。可最奢望的时光，是你们在身旁。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淌，是因为快忘了家的模样。我的伤悲督促着我成长，和一个人容易走错方向。童年印象是嘴角的上扬，是小船游荡，是奖励的那颗糖。现在慌张，是对爱的渴望，因为还有伤亡，还盼着你们的目光。这应该是个女的吧？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安娜？不要再找安娜的结局，这故事没有结局。我突然觉得您跟安娜还挺像的。虽然这照片比我认识她的时候要年轻很多，不过应该就是她了。你就是小可乐。那个时候你刚上大学对吧？你怎么去漂泊？妈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你到底是不是安娜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我们家小军就是为了躲你，都躲到国外去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以后不要再来找他了，好吧？小军，心安，让我看看，让姐姐看看，让我看看。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你在干什么呀你？干嘛啊？哭什么哭？只有受委屈的人才能哭呢，我又没受委屈。你这是何苦啊？你看看你的脸，再看看自己的手，怎么演出啊？还怎么弹琴啊？气死我了！你跟我说说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自己在家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让你干过活？你现在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你是何苦啊你？我以前那是不懂事儿，我靠自己双手赚钱，这有什么错？你不要可怜我。欣然，咱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家里的房子都给你留着，那个房间都没有动过，回家住好不好？你回去看看，好不好嘛？我不会回去的，我挺好的，姐，我没事儿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小军已经走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他没走。他答应过我，他要带我去全国巡演的。他还跟我说，我们要是买不起房，我们就买一辆面包车。有他在，有我在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你不要傻了好不好？
你能不能不要再傻了？姐，你不懂。他说再给我买一把新吉他，我们可以一起围着篝火，一边唱歌，一边跳舞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这就是我的梦想。你看，我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像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你别管我了，你回去吧，你回去吧。那小可乐怎么办？他陪你一起浪迹天涯吗？快进来，当心，慢一点。这是谁的家呀？我的家，好漂亮啊！姐，你有对象了？对呀。那我可不住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去哪里呀？快坐下。你这个人呀，就是任性。你说你去哪里？能去哪里住啊？还回那个仓库的值班室吗？能住人吗？我都跟你姐夫商量好了，把孩子给你接过来，你跟小可乐呀，踏踏实实的坐着走，把你的脚养好，听话啊。我去给你弄点热水。我和西平啊，还有3天就要举办婚礼了。结果先办了你母亲熙然的葬礼。我必须承认，我见到你第一面的时候，感到惊讶。人怎么样？人没了。这孩子是？他是小可乐。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怪，见到之后没有哭，一直不肯说话，对谁都那么警惕，除了西平。妈怎么说？他们说，之前熙然自己走出去，现在落了这个地步，是自作自受，因为这个原因，也对孩子不接受。那你怎么想？阿成呀，我想抚养他。那咱们俩还没结婚呢。结不结婚，又不影响这个决定。你要是同意，我们就结婚；如果你要是不同意，这婚也可以不结了。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。你真的想领养这个孩子？他是我妹妹的孩子，我不能不管。这是我唯一能为熙然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。我要是放弃他，我这一辈子良心都不会安的。阿成，你可以不接受，我也不强求你。我们先把话说开了就好了。这个孩子，我是一定要收养的。
只要西平一离开你，你就闷苦不止。后来我也释然了。这么小的一个孩子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一定会下意识的找他最亲近的人。你就这样惯着他是吧？自从他来到咱们家，他一天到晚不说话。园长说他就不适合在他们幼儿园，他就不适合上幼儿园，让咱们带着他去医院看一看。什么意思？说我孩子有问题啊？说我孩子有病啊？人家没说，就是说他和同年龄段的这些孩子们不太一样。他不说话是因为他受过刺激，他心里没有安全感，我们要多关心他。好了，我去看看他。小可乐是在跟妈妈躲猫猫吗？你怎么躲在这里了？快出来，快出来！里面热不热呀？让我看看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哭成小花猫啦？怎么了？妈妈，怕什么呀？妈妈不是在这吗？看，妈妈给你拿了最爱喝的可乐。我不要可乐，我不要。好好好，不要不要。那你跟妈妈说说，你是怎么了？我们不走了吗？去哪里呀？你说要带我走的。不走了。可乐不走了，妈妈也不走了。我们以后啊，妈妈一下班就给可乐做好吃的，陪可乐写作业，我们就在这了，一辈子都不分开。我不想撒谎，假装自己多么高尚伟大。我跟西平呢，我们是大学认识的，恋爱了几年。那年我们要结婚了，组成自己的小家庭。结果来了你这么一个特殊的孩子，这事没经过我同意，是西平他执意要收养你啊。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就遵照他的意思。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，那我就把全部的事实告诉你。我承认，我不是个坏人，可是你妈赵西平为你做出过什么巨大的牺牲，我今天都告诉你，就是希望你能够知道全部的事实以后，还像你妈爱你一样，你去爱她。顿顿，顿顿，你怎么了？顿顿，哎，顿顿。你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锁门呢，孩子？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是吧？怎么了？他们说你去医院好不好？妈妈叫你。喂，对，阿姨，你马上来一趟好不好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好，听见了吗？你看妈妈把门开开啊！我妈，准确的说是我姨妈，而安娜才是我的亲生母亲。一对双胞胎性格迥异，一个是想当明星，另外一个只想平平淡淡的过日子。妹妹赵熙然想当歌手的梦想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，改名为安娜。在姐姐赵喜平的帮助下，去追逐自己的梦想还有爱情，可到头来什么都没捞着，也成了未婚的单亲妈妈。很老套，但也很真实。真实？
因为这个世界上啊，就是有这样的人，勇敢的去追梦，然后被生活伤得遍体鳞伤。但是即便是没有安娜，也会有李娜、王娜。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，谁的身上没点伤？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。况且，如果要是没有安娜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那也不会有我们的小可乐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的世界未免也太沉重了点。那后来安娜的结局是什么样的？我还不知道呢，就没有她的音讯了吗？他死了。安娜死了。小叶总找我有事儿吗？这段时间辛苦了，仪器的事情不好处理吧？是我办事不力。你的能力我看在眼里，你不用怀疑你自己。之前仪器的事情，不是已经通过心理学会的审批了吗？为什么还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？我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其余的我也不太清楚。小叶总，你要实在是好奇，不如直接去问叶总。你们父子俩比我这个外人好说话。一个不把你放在眼里的人，还拿你的父母要挟你，值得你为他这么卖命吗？小雨，我知道你是个有抱负的人。当初你跟着他，也不是为了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吧？小叶总，你太高看我，我不过是个手下，老板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得干什么。告诉我真相。这不仅是在帮我，也是在帮你自己。悬崖勒马对所有人都有好处。你不希望你的父母为此失望吧？明晚8点，会有一批新的芯片抵达港口。你的意思是问题出在芯片上？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噩梦吗？你说你一直梦到父爱。当时以为是我休息不好，所以总梦到他。可是后来我回想，我每次梦到他都有重复的元素。你说这么多意象跟他有关，是不是有一种宿命感的感觉？宿命感？你不觉得福堂跟安娜他们很相似吗？都勇敢追求爱，和那么的热爱自由。可是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个玩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福堂出现在你的梦境里，是因为你的潜意识把福堂跟安娜重叠在一起了？很有这个可能。那除了这些噩梦，之前的那些噩梦，你现在还在做吗？阿姨。哦，小姐，怎么样？没事儿，好多了。刚才他可是吐得好厉害啊！没事了。真没事呢。好，我炖的红枣鸡汤是炖的最喜欢喝的，待会儿都要舒服了，你让他出来喝一点，暖暖胃。好的，我一会儿转告他，是您炖的。麻烦你了，快去。
你刚知道这件事情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？其实我早有预感，可今天我知道答案的时候，我还是很惊讶。只有惊讶。好生气。生谁的气？赵女士。为什么？我只是觉得他可以不告诉我安娜的事情。如果他因为那时候我很小，他怕我知道了受了刺激，我可以理解。可是我都已经长这么大了，他还是没有准备告诉我，甚至他想把我亲生母亲在我的记忆当中全部抹掉。只有他想告诉我，我才有资格知道。那如果他不想告诉我呢？那我这辈子都不知道安娜的存在，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世了。可是我想完这些，我觉得不应该生气，我也不配生气。你觉得他为你付出的太多，你没有资格怪他。我其实一直在怀疑，那年我已经4岁了，我怎么可能会认不出我亲生母亲呢？虽然他们2个人长得很像，可是当我抱着他的时候，我摸他手的时候，难道我也感觉不出来吗？直到刚刚我面对他们2个，他们2个跟我解释的时候，我好像突然理解了。你理解什么？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应该是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东西，我拒绝安娜的离去。你知道吗？人都是有心理防御机能的，我很有可能把那段记忆从我的记忆当中抹掉了。我隔离了那段记忆来保护我自己，所以我什么都不记得。所以当我看到我姨妈，就是我妈妈的时候，我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。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妈妈，我可能一直在欺骗我自己。包括我很讨厌我继父，我觉得除了是因为他总让我妈在我们2个之间做选择，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在4岁之前，我跟我妈妈是相依为命的。我的世界里只有我妈妈，我妈妈的世界里也只有我。直到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，还要让我管那个男人叫爸爸。他夺走了我妈，他侵占了我们的生活，我很恐惧。我觉得我妈妈会选择他，我会失去我妈妈。所以这种恐惧一直到我现在。我不同意我继父跟我妈妈复婚的原因，我觉得不单单是因为他当时抛弃了我妈，抛弃了我，最大的原因是我很怕又面临被选择。我很怕我妈妈又会选择他，我害怕我妈不要我，我害怕我又失去我妈妈。我也不知道。你把你自己剖析得这么清楚，但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是你没想到的？你妈妈这么多年没告诉你，会不会她也在害怕，害怕告诉你了，就失去你了呢？失去我？虽然你们不是亲生母女，但是在我看来啊，她真的把你当成亲生女儿了。会不会她也在犹豫？如果这件事情她告诉你了，那你们2个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可是我不会变的，我不可能离开他。但是他知道吗？他会不会也像你一样在纠结，纠结你会不会选择他？那他为什么之前还要想说出安娜的事情？可能比起失去你，他更担心你过得不快乐。你想去问问他吗？
别动了，别动。妈，对不起。我其实刚才听到的时候，我还是有点难受，我有点不相信，我一时之间很迷茫，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河豚还是小可乐，所以我很害怕。直到我冷静下来，我回想这一切，我从小可乐变成河豚，都是因为有一个人一直在我的身后包容我、爱我、宠溺我。我其实是知道我从小很不懂事，我总是闹，我总是跟弟弟争吵，跟老何争吵，那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，我害怕我再一次失去妈妈。因为我做的一切没有任何人能替代，是你让小可乐变成了现在的河豚，你付出了所有。我想抚养他，如果你同意，我们就结婚；如果你要是不同意，这婚也可以不结了。你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傻的人？明明知道小可乐是我妹妹的孩子，不是我的女儿，对吧？我妹妹走了以后，我决定把你领过来。那时候我真的没做好准备，我就是觉得我反正爱我妹妹，有什么困难我肯定都能顶过去。你刚才说你捣乱呢，跟弟弟争吵，我那个时候看着你故意跟我捣乱，故意不听我的话，故意不吃饭，我竟然非常幸福。真的，你越跟我较劲，我越觉得我这个妈妈当成功了，顿顿她认我了。后来你慢慢长大了，我是不是你的母亲？你是不是我的孩子？反正我已经离不开你了。我早就想过了，我想等你大了，我就会把你的生死告诉你。可是我害怕我告诉你，这个事情对你打击那么大，你承受不了。万一你再去走我妹妹同样的路，所以你原谅妈妈这么多年一直跟你说谎，妈妈太自私了，对不起，顿顿，我不应该这样。妈妈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家，我永远爱你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。谢谢，谢谢你，妈妈。妈妈。对不起，让你见笑了。
东东，这个铁盒子里装的都是当年安娜给我写的信和明信片。我帮着安娜逃走以后，我就去北方念书了，然后安娜就东西南北的乱跑去寻找小军。可是她每到一地啊，就会给我写一封信或者一个明信片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保存着。我就是想有一天我要把它交给你。我说过，安娜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，你看看就知道了，见字如面啊！我把它交给你了。要看看吗？不想看。如果你觉得非常的愤怒，你难以排解，甚至影响你正常生活，那我觉得应该咨询的人是你自己。就是赫顿他不太适应这种封闭的空间。幽闭恐惧症啊！别碰我！哎，你能离我远点吗？能不能离我远一点？什么梦把你猜成这样？为什么？我是想到了不好的事情。我可以跟你说几句话吗？不想说话，现在。可对，俊君应该是你的小名吧？我也会这么叫你。可对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？跟你没关系，是我的问题。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治疗。等会儿，刚刚肯定有东西在这儿。这鬼天气能有啥？快走吧。也是，这都废弃多少年了？
说说吧。风的旋律缓慢坠落，树叶的声音，看阳光清晰，匆匆经过你的身影。那深藏心里的小秘密，那忧伤却美丽的雨季，那总该面对不舍的别离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那支跟你借没还的笔，那些不懂装懂的问题，那次不经意看到的叹息，那些点滴，那些回忆，都有你，都是你。